上午来这干嘛啊你喝酒啊？我没喝酒。骗谁呀？没喝酒啊？真没有喝酒。我去受教育了。这个名利的东西，真不是好东西。只要一沾上就变坏。你猜，这是谁说的？你这胡闹吗你？我没胡闹。他一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你。你说，你为什么有那么多事儿隐瞒我？你是不是有隐情？哎，等一下，别吐。好，可以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喝？我不喝了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这点水。喂，雷司令的电视专访我看了，你们的胆子真的很大呀。不过说实话，张总爬珠峰还真的挺出乎我的意料的。一个曾经我认为很懦弱的男人，胸中原来还有这样的霸气。其实张总一直苦苦支撑着自己的品牌，挺不容易的。那下面，我要给你们一个珠峰爬一爬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青阳要在中国市场做第一支广告了。那这是我们和行业领军者私上打的第一仗，我们需要一个开门红。喂，我刚在电视上看到张总的采访了，恭喜你，很完美的结局。我想和你见一面。谢谢。那老地方见。OK， 等一下见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下着雨的夜，太熟悉的街，所有的感觉已没有那么热烈。下着雨的夜，新的感觉，刹那的视线，再多的理由，太多的借口都无法代替对我爱的感觉，再多的画面，太多的理由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我是个卧底。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方那条街，结束的一切。我的车。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下着雨的夜，所有的感觉，下着雨的夜，刹那的视线，太多的理由都无法代替，太多的画面这是我喜欢的音乐，都变成要结束的这才是我。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这也是我喜欢的音乐，
这也是我，你应该没听过他，他叫小田和正，是个特别可爱的老头。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。卓总您好。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长城光辉，黄凯，我的公司，前面请。卓总好，老板好。老板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剽窃了你的爱好和偶像。1年前，我受了一个神秘人的委托，进入了琅琊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打探琅琊的核心秘密，为我所用。我不是个清洁工，我是长城光辉公关公司的总经理。你的很多行动，都是我在神秘人，也就是你所谓的上帝之手的要求下指导你完成的。当然，这些包括得到琅琊的秘密和信息。我之前会和你分手，是因为我再承受不了对你的欺骗。但是我已经决定帮你找出那幕后的黑手。其实，爱上你是个意外，但这绝对是真实的。小哲，我已经违背了神秘人的指令，我已经向我自己保证了，不会再伤害你了。请去坐一下。范克，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您了。虽然我事先毫不知情，但毕竟对琅琊造成了不利影响，对此我十分抱歉，并且愿意主动辞职。这是我今天听到最高兴的事情，你终于滚蛋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公关不是靠运气，你的运气用完了，你没有能力做这个位置，这只不过是上帝之手让这个事情提前发生而已。你以前老跟我说过，人不犯错误就不可爱，但是你犯这么大一个错误，拍屁股走人，把一个 unknown 的上帝之手的留给我，这个实在是一点都不可爱。我要正式的通知你，解除你的琅琊执行创意总监的职位，以前所有的特权都收回。但是，你还要留在琅琊，和上帝之手保持联系。我答应，就算是你让我当清洁工，我也愿意留在琅琊。我一定会查出上帝之手到底是谁的。范克，其实我比你更想知道真相。毕竟没有人愿意自己的生活是一场楚门秀。好，这个事情你不能跟琅琊任何人说，
除了我以外，明天上午我会和大家宣布你的降职。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明天上午开会的时候，你应该需要一个开除我的理由吧？对的，我需要一个好理由。那这个理由就交给我好了，就算是我在执行总监这个位置上做的最后一件事儿。好 ，Frank， 我有个请求，我答应过 Sabrina 做她在中国市场发布的第一支广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我交给 Kelly。如果他没有意见 ，I'm okay with it。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一个要辞职的人有那么多祈求。好，你说吧。可不可以不追究卓妍的责任啊？好吧，其实我也想知道他背后的手是谁。谢谢。哎，你好。我想请你帮我拍张照好吗？哎，好，好，啊，好。什么？你让我投诉你？由于我上次公关活动的措施，使您遭受了生命的危险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地坐在你面前了吗？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品牌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嘛。我感谢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去投诉你呢？张总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希望您能投诉我。简直是莫名其妙嘛！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您就看在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的份上，投诉我吧。你请求我投诉你？是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一大早，张总投诉你的电话就打到 Frank 那里去了。是吗？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请创意部所有人立即到会议室开会。走啊。今天上午，我接到了雷司令品牌张总的投诉电话，他说我们的执行总监鲁笑笑好大喜功，为达到目的，竟然连客户的生命都不管不顾。张总给我发过来了他的身体检查报告，报告显示，因为上次的事故，致使张总有了心律不齐和脑震荡的并发症，这是我们琅琊6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公关经营是形象的经营，我们是用精心塑造的形象去影响全世界。鲁笑笑破坏了这一切，所以我宣布从今天起正式解除鲁笑笑执行总监的职位。但是，因为他昨天找我坦诚地谈了这个事情，他也愿意承担责任。根据琅琊162条规定，如果一个高层员工主动地愿意承担责任，琅琊会给他一个机会。如果员工仍然愿意留在琅琊，公司将为他提供最初级职位。吕笑笑要是愿意接受这个安排，他将成为流程部的初级助理。吕笑笑，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吗？我愿意。
些小玩具都收拾好了。朱莉，你的椅子到了。这椅子跟这个房间的风格简直是绝配啊！办公室还你了，物归原主，各归其位，地球终于都回到轨道上了。恭喜你，又回到苦海中煎熬。现在我觉得整个人都轻松多了。你知道流程部的别名是什么吗？打杂部。要真是这样，那倒还不错。流程部的别名叫做钢丝部。你每天都好像走钢丝那么危险。琅琊常年在各大招聘网站招聘助理，就是因为流程部平均1个星期就会开出1个助理。怎么样？这下有从地狱下到炼狱的感觉了吧？听起来很不错啊，刺激。我这个人呢，平时最怕无聊，越是紧张有危险，我就越感兴趣。啊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就去上任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张海报我要带走。拜拜。报道了，欢迎。欢迎欢迎欢迎！谢谢大家，请以后多多关照。Sabrina， 你在中国市场的第一支广告片，还是 Kelly 来负责。哦，那你们的执行创意总监 Cherry 呢？我们琅琊要对我们的客户的人身安全负责，有任何问题需要有人来惩罚。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只不过是我个人比较欣赏他而已。这个是我们青阳服务团队的成员名单，还有一些市场分析报告，请您公布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对自己说，不管怎样，都要做我自己。事业上，我可以从头开始，可感情呢？我用抛硬币来解决好吗？字儿就分，花儿就和好。3局2胜，5局3胜。
电视剧里看到这样场景太多了，所以一点都没有反应。我可能是反应过头了吧。来，坐。王凯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好。那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登记。民政局晚上加班吗？也许。结婚那么高兴啊？昨天晚上没睡好？我是高兴的，没睡好。真的那么高兴？我多年的心愿啊，就快实现了。真那么高兴？哎，真的，快点吧，来。哎，等等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真的想跟我结婚？真的，你就别拖延时间了，好吗？我都等不及你做我老婆了。来。那就好。我就怕你是因为心虚才跟我结婚的。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不过我也要提醒你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试探我才跟我结婚。这婚一结了，你要是后悔的话，那可就是二婚了。我早就想明白了，你想明白了吗？我当然想明白了，你明白的我都明白。好像好久没有这么沉默过了。沉默来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两个关系结束的时候。你今天到底还是没绷住，在盖章的前一秒跳出来的。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懂。黄凯，我们分手了，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了。
一个流程助理租到的房子，顶多只能装下这些行李，而我实在没办法把自己也塞进去，所以我就来这儿了。你欢迎吗？没听懂吗？小小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我不带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中国人，我也不带以最大的恶意揣度黄凯。可唯有这一次，我说给他一次机会，给他一次机会。其实我是想说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他还是骗了我，没给我这次机会。他跟卓源都是一样，都是混蛋。都是一丘之貉。男人要想骗你，永远都骗你，说一次谎就永远都说谎。小柔，你说呢？其实感情没有欺骗，只有输赢。你看，像我就最好了，最安全，不动心就不受伤。在感情的世界里，谁先动心，谁就输了；谁最狠心，谁就赢了。啊。我觉得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恐怖吧。这说谎嘛，也分说好谎和说坏谎吧。你看咱们笑笑，爱上一个清洁工，他就转身变为年少多金青年才俊，这就是说好谎。总比你爱上一个亿万富翁，然后他再告诉你，所谓的亿万不过是越南盾，好吧？忍大美女，你饿了吧？厨房有吃的，免费的。男人要是想骗你啊，他翻着跟头，画着圈就把你绕进去。我马嘉琍这么聪明伶俐的人，都栽了跟头，更何况嫩一点的了。吃一堑长一智吧，别跟那些撒谎的男人纠缠不清了。于笑笑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这诉苦吧，半真半假，有30%是说给你自己听的，有10%是说给我们俩听的。另外的60%都是说给笑笑听的。我跟黄凯好了1年，这1年，就算养只老鼠也有感情了吧？更何况，我一直觉得我是红太狼，他是灰太狼。现在好，反过来了，我能不痛苦吗？我拿我的痛苦经历告诉我妹妹，别再对那个混蛋的卓源心软，那我的痛苦也算有价值了吧？卓源是谁呀？我不知道，也不认识。我知道，你越这样说，就是你放不下。你要像我一样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哭有什么用呢？眼泪能把那些快乐的回忆都冲洗干净吗？吕笑笑，哎，吕笑笑，你有点公德心行吗？你姐我现在是失恋的人，你对失恋的人有点公德心好不好？我现在要操2份心，又要为你操心，又要失恋伤心，还要对黄凯狠心。你们来的太急了，我也没时间收拾。笑笑，没事吧你？谢谢姐送我这么别具一格的见面礼，我去洗手间。你房间太整齐了。啊，是挺整齐的。坐吧，坐会儿吧。啊，走啦。
笑笑，看看镜子里面这个憔悴的你，还是那个开心、自信、快乐的吕笑笑吗？就像表姐说的那样，你真的能够忍受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对你说谎吗？甩了他，甩了他，从明天开始，做回自己。这是我爱情的记忆，我要甩了他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哎，我看电视里说，这要想停止上一段感情，就不能把上一段的感情厄运带到下一段，必须得举行一个清理仪式，要不然嘛就是烧点东西，要不然就是拿着权杖裸体跳舞。等等，还是裸体跳舞吧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从他那儿回来的时候拿错行李箱了，都是他的东西，烧掉它。电影票，黄凯的四角裤，照片，牙刷，带，晚餐发票。小荣，你也有份儿？哎，这还是谁？别闹！3月16号。好，想起来了。不许说。黄凯的脱杆，这不是纯酒精吗？到底就是纯酒精。疯了吗？哇，真悬啊！幸好咱们反应快，不然真要报119了。真是太可惜了。要是马嘉丽的公寓给烧毁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笑笑房住一晚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刚才火再大点儿，我们4个就可以在烈火中永生了，对吗？不过笑笑，说真的，能不能把你的公寓的钥匙借我，让我去住一晚上？我发誓，明天早上一大早就把钥匙还给你。不会吧？别给他，明天琅琊的人去收房子呢，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清空了。马嘉丽，好了，你们俩都少说2句吧。楼上肯定还有好大烟味呢，要不出去逛逛？好呀好呀，这附近新开了一家烧烤店，我们去吧。这个点儿还吃烧烤，你胃口真够好的。走吧，你们去吧，我有事就不去了，先走了。哎，姐，怎么回事啊？走走走，走啊走啊，快饿死了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下着雨的夜，太熟悉的街，所有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热烈。下着雨的夜，心动的感觉，刹那的世界。看得怪纯弱，可是2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都无法代替你对我爱的感觉。你要反驳我，你要说受伤了就别装无所谓，没人会嫁我你的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我很明白你在
笑。这就是你为我们青阳做的在中国的第一支广告吗？是的，第一次投放广告主要以功能性广告为主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2流的公司做的广告。Kelly， 我知道最近你遇上一些私人问题，但我不希望这影响到你的工作。其实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广告创意之一。只要我说一次谎，就甩了我。那我现在就可以说你。哎，是你啊！陈蕊，我相信你，这是我们青阳在中国的第一支广告，那也是我们跟思上打的第一仗，我们必须要赢。Sabrina， 我始终相信，能够让人生同感受的广告才是好广告。发什么呆？这惆怅是会传染的，你一完就到我了。错，我还大大没惆怅完。不过不能因为老板失恋、当卧底失败，就让外面误指人喝西北风吧。王主编那里你怎么交代？不交代，计划就随着变化而变化。喂，好，谢谢啊。吕莎莎、马嘉烈帮庆阳制造了在中国第一次播放的广告，6大功效。诺新公关也帮庆阳的死对头时尚制作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广告。广告撞车，那这消息是你告诉他们，还是我来告诉他们呢？这是一个让人又纠结又兴奋的任务。石头剪子布，恭喜你，就你了。嗨，美女好，想认识一个叫黄凯的帅哥吗？哎，佳丽，听我说，我真的有事情。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你慢点，我真的有事情跟你说，重要的事情。哎，你听我说嘛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小小，我是来通风报信的。你们的6大功效广告，诺信帮思尚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是卓源让我跟你说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们那个6大功效广告，诺信帮思尚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我表姐跟我说，这世界上有3个最会撒谎的笨蛋：1是卓源，2是黄凯，3是你们2个绑在一起。这件事情我有什么必要骗你？你们背后那个上帝之手，跟诺信公关合在一起想搞垮琅琊，这事儿也没让我知道啊。撒谎是你的专业。你不要告诉我是失恋打击了你们的智商。你智商才有问题呢，你是没智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大家打的都是6大功效的招牌，那就在市场上厮杀一番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除非你们比我多一功效，7大功效，
7大功效完美曲线丝上出品。都在，大家都看了广告了吧？丝上的广告不但比我们多了项功能，还提前了1天发布。Kelly， 你跟我走一趟。Kelly 做梦江湖这么多年，怎么会犯这种错误？听说是和 Cherry 做的，Cherry 也真是的，都到了设计部了还不甘心，害得 Kelly 都受到牵连。失恋了也别拿工作垫船，有的人倒好，一撸到底，再降也无所谓。只可惜了青阳这个牌子。说真的，他们的洗发水真的很好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Cherry， 这次是你亲手把青阳送到丝上的盘子里，我劝你还是辞职吧。以我以往的经验，这件事情后果很严重。我不会放弃青阳的，垂死挣扎罢了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我今天是要来恭喜你的。就因为我没搭理你让华凯翠来的信息，你就落井下石啊？不，我要恭喜你了，因为在你离开琅琊之后，你正式被长城光辉公关公司聘用了。我为什么要离开琅琊？继续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很专一。我让黄凯告诉你的讯息是真的，为什么你连那么一点点的信任都不给我呢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信任你呢？如果有人一次又一次的对你撒谎，那就甩了他，对吗？如果有人一次次对你撒谎，绝对会甩了他，对吗？我需要真正持久去屑的洗发露。在青阳法国技术中心，我终于找到了能说话算数的。Shit！ 原来他们玩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把戏，那个所谓的6大功效广告，其实就是一颗烟雾弹，让丝上上当的。真正的杀手是这条广告。女人的报复性真重，为什么我觉得这广告扯上写给我了？现在，他们把我们和讨厌的头皮屑归为一类了。那是你，我是青阳法国技术中心，说话算数。我说那是我的目标了，我马上就要行动了。甩了他！这创意太棒了，简直是无懈可击。你都说第5遍了。这么好的千载难逢、天衣无缝的创意，当然要表扬和自我表扬。思上现在一定很想哭，哭是正常的。我跟笑笑流了多少眼泪，才想出这样的绝妙好词？哭债、哭偿。原来客户的 TVC 创意是2个女人的泄私愤呐！哪有那么不专业？这个创意可是根据去屑洗发水的市场调研得出的。去屑洗发水进中国已经几10个年头了，头皮屑不但没解决，反倒问题还在不断的增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某些品牌的去屑功能并没有实现。你说面对这样问题不甩了它，还能怎么样？所以于公于私于情于理，你们的创意都是无懈可击的。当然无懈可击，我们2个是天下无敌。哎，对啊，你们2个天下无敌，今天缺了一个。是啊，笑笑去哪儿了？做完创意就该脚踏实地的工作了。流程部小助理 Cherry 正在我们流程部乖乖加班。新生活就要开始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许欺负我妹妹，否则你威胁不到我，除非呢你不再给我赠品，不再请我吃东西，不再给我任何打折信息。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, freight trains are coming. It's running all night long.
像一个辛勤的出席助理。助理是没有时间像你这样悠哉悠哉喝咖啡的。我一直在做事儿，就刚刚出去倒了一杯咖啡，这都不行啊！你这就是一进公司虚高站位给你养成的坏毛病。你知不知道，在公司有多少人等着你走人？流程部是整个朗雅公司最繁琐、最基础的部门，创意部就是动动脑子和客户开个会就没什么。但是流程部可不一样，每一个场景、每一位嘉宾、每个道具，我们都要落到实处。如果我们做的不好，我们就会影响整个创意的流程和发展。到时候负责任的就是我们。这里是7个品牌的资料，你在这个墙上查一下时间和安排，重新整理一下。时间核对找 Amy， 地点找 Emma， 经费找素，全部核对完以后附出3份表格，然后再分别找3个人重新核对一下，再找 Christy 签字，最后拿到办公室。这么麻烦？欢迎来到流程部。2个小时以后，我要看到签好字的报表。2个小时3份报表，总监脾气又来了。这个 F 公司的现金图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横坐标的是销售，纵坐标的是年份，然后图上不同颜色的5条线分别代表着。稍等一下，我这个电话。你好。稍等。请问一下，你知道艾米是谁吗？艾米，有人找。艾米，你是艾米吗？你好，你是艾米吗？你好，请问你是艾米吗？时间到。对不起，文件我还没整理完呢。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忙了，到现在连艾米是谁我都不知道。照你的这个速度，不到1个礼拜你就得走人。我刚才交给你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事情当中最不紧急的，你连这件事情都做不了，说明你在流程部根本不及格。我学东西很快的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肯定跟他们都一样。3天太慢了，明天你就要学会。今天下午我只给你安排一个任务，在这里观察每一个人是怎样工作的。那这个怎么办啊？Sally， 到，重新核对一下，交到办公室。是。这就是流程部。哎呀，我就是喜欢在见完客户之后，能够有时间喝一杯茶。这里的环境确实不错。我们第一次吃饭也是在这里，3月16号。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刚刚知道一件事情，杜总加入新加坡国籍了。什么？你的消息准确吗？千真万确。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坐下，冷静。Leslie 品牌一直树立的都是民族形象，杜总作为董事长去加入外国籍，对消费者来说是多大的一个谎言呢？要是消息传了出去，肯定又是一场公关灾难。唉，现在雪上加霜的是，朱丽叶也回来了，一旦被他捅到弗兰克那里，我们都得去给吕潇潇作伴了。你这漂亮的高跟鞋以后也别想再穿上了。你能不能别说风凉话 ？Leslie 也有你的一份，你就不能给点建设性意见吗？我们可以让杜总亲自去澄清这件事情。怎么澄清啊？你让他去说啊，对不起，我欺骗了你们，请你们继续购买我的产品，这可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穿高跟鞋可以，但是我绝对不行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杜总的儿子3年前死于一场车祸，我们可以把他因为这种商业原因改变国籍的行为，变成一种作为一个男人渴望再当一次父亲的悲情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他去告诉媒体，他是为了想再要一个儿子，才加入外国籍的？聪明。如果那个时候再来几滴眼泪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你这是1哭2闹3上吊啊！跟你说正事儿。Cheryl，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我在尽我所能的化解这场危机，而且效果出人意料的好。
Leslie 品牌也因为这次事件，销售额一直在上涨。那这样说，我今天晚上应该给你开个庆功宴了。不必了。你还敢回答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次出偏招躲过了一劫，它根本原因是你没有在对客户十分了解的情况之下，就做出不恰当的公关战略。一个错误的战略会让品牌随时陷入危机，让你的客户永远在如履薄冰。这就是你这个做品牌总监最失职的地方。Kelly， 你下一个策划案的预算太过于奢华。我想作为一个品牌总监，你应该很清楚你手中的预算不是无上限的。Ray， 你有3个项目同时都在拖沓工时，一点效率都没有，白花花的钱就这样让你往外撒了。你们3个到底是怎样当总监的？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因为你们3个是 Cherry 的好朋友，而在故意为难你们。我在职场这么多年，没有那么幼稚，玩那些高中女生拉帮结派的小游戏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是琅琊的大脑。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我是按照你们最近的工作表现，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。我始终相信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最优秀的下属。散会吧。朱丽叶，你刚刚说的几句话，我不同意。哪句话？你说我们拉帮结派，可这拉帮结派不是我决定的，是天生的。Cherry VIP 餐厅的东西好吃吗？好吃，可惜再也吃不到了。听说你这边有一张卡可以随便刷的。那是一段视金钱如粪土的日子。你现在工作还习惯吗？正在努力适应中。谢谢大家关心。现在我不是你上司了，你反而对我友好了。以前你从来没对我笑过。出了这么大事情，你还能留在公司，说明上头一定有人在罩着你。我虽然不太喜欢你，但这个道理我懂。往往最不能得罪的就是莫名其妙当了你同事的人，不是吗？走了，拜拜。这给你，谢谢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稍等一下。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？看来你已经适应了，正在努力当中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你不用在这里跑来跑去了。你要解雇我？我想让你跟进 Sherry 负责的公司的公关计划。如果不是在公司里，我一定给你个大大的拥抱。那就先存着吧。微远最近有几个项目同时在搞活动，忙不过来，你把 Cherry 派给他吧。对不起 ，Cherry 已经另有安排，而且已经布置下去了。果然是流程部，动作迅速。你把 Cherry 派给谁了呢？让我猜一下，是 Kelly 呢，还是 Sharon？Sharon。Ray， 你这样任人唯亲的工作方法，我实在不是很认同。公司会很多闲言闲语，而且作为一个部门领导来说，对你影响也不好。朱莉，
您是我的上司，您管我；我是 Cherry 的上司，我管他。这是琅琊60年来不变的规矩，我也只是按规矩办事，请您多谅解。Cherry， 门口有人送花给你，我帮你拿过来。那么今天创业部的美女们，人人手上都有花。因为今天正好有人送花来啊。美丽的东西是要与人资源共享的。就这样消费我的感情啊？怎么不能消费啊？能，当然能。三花天女嘛。你喜欢吗？花不够，明天再多送点吧。我送你吧。觉得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。你是对车没什么感觉，还是对人没什么感觉啊？哎，你那个电驴子还用吗？有时候上班的时候还会用一下吧。笑笑，你叫我什么？笑笑。这么说，我应该叫你圆圆了。这也太惊悚了吧！两个嘴巴笑。我很想你，我想要你回到我身边。我已经洗手不干了，等我找到上帝之手，你最后的疑虑都可以消失了。停车！停车！我到了。好，停。马嘉丽，我一会儿会剪的，就像我妈一样。你这一会儿，那基本上是永远。偶尔来一次人，我还是会剪的。不过啊，我不会让他们进我的房间的。这我倒相信。有人加你？什么呀？你开心网上有人加你啊？你又用我的账号啊？玩一会儿也不会死。你看这人头像多怪呀，是一只鞋子。他还把你喂的狗，送你的种子，还送你的玫瑰花，挺大方的啊。这谁呀？罗森路小巷。罗森路在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对，等一下这个架子呢，记得要放高一点哈，好吧？好的。那没事，那你就先继续吧。好的。哎，这个放这儿就行。流程部处理。怎么是你呀？现在琅琊闹事不够多，跑这儿来闹啊？他们都是我请来的。你请来的？我们得好好合作。我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。你们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不知道，我刚一来就被他叫住了，说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。多多指教。没
跟你说，最近盯我盯得很紧，你们两口子最好不要给我添麻烦，最起码让我们这些朋友的消消气，好吗？谁跟他两口子呀？知道了，尤大总监，项目策划书我就读了不少100遍了，全部都刻在心里了。奥克桑是欧洲最老的小镇之一，有风帆之都的美称，三面环海，气候宜人，是历届国际帆船比赛的举办地。蓝雅公关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摄影师林木峰，为了这次发布会拍了一组城市风情的照片，而这照片呢，也会在发布会上展示，并最终拍卖，而拍卖所得呢，全部都会捐给国际自然保护组织。非常好。这次奥克桑在中国是第一次做推广，所以公司非常重视。你们俩私底下怎么样，我不管，但是工作，我希望都可以严肃对待。走了，拜拜。你话怎么那么多？穿心捣乱是吗？小姐，我在做生意。这个项目，蓝雅公关本来是交给另外一家公司的，可是这个公司后来觉得呢，蓝雅的预算太轻，根本赚不了钱，所以才后来转交给我。事实就是这样，你信我们合作，你不信我们也得合作。怎么样，小助理？为了我们的合作，晚上请你吃饭。想得美！周总出问题了，快过来看看吧。我说拆就拆，弟兄们，上，把所有东西全部给我扔出去！想拆没门儿，我看谁敢动手，谁敢动？啊！小子，不要那么嚣张！老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怕死。兄弟们，拆！给我住手！看谁敢动，谁敢动？啊！谁敢动？上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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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！住手！怎么了？你问他，一进来就要拆我们的活动现场。秦总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布置现场呢？周总，不是我为难你们，总部给我也下达了命令，请你们的人立即停工，马上走人。凭什么让我们停工走人啊？秦总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你们总部会让我们停止活动呢？我们都签了合约的。是的，是签了合同的，可是你们的审批手续并没有下来，就是联合国来了，今年这个活动也必须停止。什么？审批没下来？对呀，周总，看在你和我一直态度很好的份上，我给你个面子，我限你2个小时之内把现场所有的一切给我清理干净，不然的话，你们的保证金我们是分文不退的。走。什么素质？行了，大家干活去吧，没事了啊，去吧。发布会再有2天就要举行了，邀请函也发出去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会想办法的。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和黄凯先去处理，你留在这儿，待会一批椅子送过来，你帮忙签收一下。先走了啊。喂，助理，我在现场呢。现场情况怎么样？这边很顺利，一切都没问题。威稳在苏宁，他那边撑不住了，你过去帮一下忙。这恐怕不行，我要在这儿签收发布会用的椅子，如果没有按时间，你只需要过去顶20分钟，然后再回来签收让放弃，就这样办吧。喂。才来啊？事情已经解决完了，我累了，要回去睡了，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轻一点啊，赶紧的把那搬过去。黄凯，哎，笑笑，审批的怎么样了？
我跟卓岩、跟金总的老板已经说好了，只要天黑之前能搞掉审批的话，就没有问题。这该死的金总！哎，你去哪儿了？跑得满头大汗的。青山路。青山路，来回跑得40分钟吧？我用了20分钟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走的是罗森路。罗森路。黄凯。嗯。我有事先回趟公司，你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哦，好，慢点啊。你就是上帝之手。朱莉，客户希望能早几天看到布局完成的现场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说进度很顺利吗？现在只不过提前2天而已，赶一下的话，肯定能够完成的。怎么，进度不顺利吗？没有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石少爷，这一次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，帮我搞定了那个审批。我保证明天一定会完工的。拜拜。怎么样了？搞定了！你傻我？太好了，明天可以顺利过关了。真是无所不能的卓大爷。你不就是那个清洁工吗？你好，我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，很高兴能和郎雅合作。你今天晚上必须见我，是因为这个事情。范，这个事情非同小可，你只要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，袁之前在琅琊做清洁工，根本就是为了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。而当时 Cherry 是执行创意总监，他们2个关系很不一般，我只要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了。所以我想很有可能是 Cherry 把机密泄露给袁。Cherry 是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。你是在质疑我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。Juliet， 在我的印象中，你是最出色的杀手。我希望这个印象永远不会变。朱丽叶把我从你的项目中调走了，而且以后不准我再跟进项目。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格、接电话了。冷女蛇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我听说他去给弗兰克告状，但是弗兰克没有搭理他。难怪这一次对笑笑大开杀戒呢，原来是恼羞成怒了。不过少爷啊，你消息这么灵通，人又长得这么帅，想必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吧？你又想干什么？小秘密，我答应你。小姐，你有没有提前预定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我没有预定，那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空的位置啊？真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有空位，您可以耐心的在等候区休息一下。您喝点什么吗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吧。好的。小姐，里面有位先生，他愿意把旁边的位置留给你，您看，您愿意吗？看一下吧。好。朱总你好，你是客户部经理时间，你就查期时间呢？请坐。你好，
幸亏有你在，不然这里没有预定，也不知道等多久。其实我也没有定位。其实，有的时候结识一个领班比定位更实用。我也有付小费啊。这种关系不如一位酒友可靠。我碰巧那位领班喜欢喝白酒，我又碰巧能从我父亲的酒窖里面偷出一些高级的白酒给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来，跟你喝一杯。今天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少爷厉害啊，连朱丽叶今天晚上会来这儿都知道。很简单，送一些小礼物给前台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今天我和朱丽叶聊得非常的开心，从你的表情上就看得出来。快说说，怎么样了？我可不想一辈子在流程部接电话做表格。朱丽叶答应得非常爽快，她说你可以继续在这个项目里面干下去，不过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另外，你和卓源在今后的项目里面，2个人只能留下1个。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，因为你们2个人的关系很特殊。特殊吗？小饶，对不起，失陪一下。你别老跟时间过不去，他也是好心帮我。好心，谁知道的？看看，我说吧，好心都去当卧底了。别在这儿说风凉话了，有点眼色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好吧，谁让我也是好心人呢？对吧，吕总？小柔，走了。谢谢你帮忙，石少爷。怎么样？忙了一天，我带你去兜兜风吧。谢谢。我要回家了。送你回家。不用，我喜欢一个人。我知道上帝之手的下落。上帝之手在哪儿？我们可以在见到他之前先聊些别的，比如你可以问问我是怎么搞定发布会审批的。这个问题咱们先存着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上帝之手到底在哪儿。两嘴巴笑，我们和好吧？啊？是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之手的下落？你会不要每次都提到上帝之手呢？啊？我们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话题能聊了吗？刚才你又骗了我。是我又骗了你。我每一次骗你都是因为那该死的上帝之手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控制我们的生活呢？我都跟你说过，我一定会帮你把他找出来的嘛。我就讨厌你这样自以为是的态度。你想出卖谁就出卖谁，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。如果我不同意，就搞得我跟罪人一样对不起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愿不愿意跟你和好呢？有。那为什么不愿意和好呢？假如有人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，那就甩了他。哇哦！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你？喂！
这是谁的？当然是你的了。我的？是一个叫袁的琅琊前员工送给你的。